飞机也有刹车吗？有的，而且还多种多样的。正常飞机在降落时呢，可以打开位于机翼后缘的减速板来减速。当然，这个减速板呢，也不见得只是位于机翼上啊，像这样把屁股裂开、把垂直尾翼张开的也是有的。另外，它还可以开启发动机上的反推，踩下起落架小车上的刹车来进一步的减速。要是不那么正常的飞机该怎么减速呢？那就打开减速伞吧。协和、图144航天飞机都是这么干的。那还有没有比他们更不正常的飞机呢？有的啊，这架代号为 XFC-130H 的飞机居然疯狂到用火箭反推来减速降落。这么奇葩的飞机，我们没有理由不讲一讲啊！我是百科全书火箭叔，今天我们就来了解一下它的来龙去脉。故事还要从一次失败的人质解救行动说起。1979年，伊朗爆发伊斯兰革命，国王巴列维呢仓皇出逃，辗转之后就来到了美国，被卡特政府以治疗癌症的理由接收了下来。此举呢就引发了伊朗民众的强烈不满，于是大约3000名武装学生便冲入美国驻德黑兰的大使馆，将全部工作人员扣押为人质，以此来要挟美国引渡巴列维，史称伊朗人质危机。时任总统吉米·卡特呢，先是施加经济和外交压力，后来又试图通过协商来讨回人质，但是在硬刚的伊朗那边呢，都不起什么作用。于是他最终就做出了一个决定，展开一次军事救援行动，代号“鹰爪行动”。这个行动绝对堪称全明星阵容啊，把当时美军的海陆空还有海军陆战队都集齐了，人员规模达到了200多个，更是刚刚成立的三角洲部队的首秀。所以作战方案一开始呢，弄了几十个出来，最后才在权衡利弊后筛出了一个，准备就照着这个来了。你一定以为他们权衡的是行动本身的利弊吧？但其实呢，他们权衡的是各个军种之间的利益均衡。因为4个军种在此时呢，正处于对立状态，他们都想要主导权啊。五角大楼不得不扮演一个临时保姆的角色，安抚好每一方的情绪，生怕谁分多了谁分少了，闹起矛盾来他头疼嘛。于是这样的安排呢，就为后面的行动埋下了严重的隐患。1980年4月24日夜间，随着8架 IH-53D 直升机从停靠在阿曼湾的尼米兹航空母舰上起飞呢，鹰爪行动正式展开了。其实，在2个小时以前空军的6架 C-130运输机已经提前将物资和三角洲部队送到了位于伊朗境内的指定汇合地点沙漠1号了。尽管过程并不顺利但好在他们已经在这儿建立了据点，就等着直升机的到来了。后续的计划呢，本来是这样的8架直升机在这里完成加油和装备补充之后呢，会载着救援部队继续往前推进，将他们秘密投送至位于德黑兰郊外的沙漠2号降落区，然后就隐藏起来，等待下一步的召唤。来到沙漠2号的救援部队呢，会开上由情报人员一早就准备好的卡车，在夜色的掩护下潜入德黑兰，突袭大使馆并救出人质，接着便赶往附近的一个足球场呼叫直升机。在这儿呢，直升机将他们全部接上之后，会朝南飞到大约56公里以外的一座机场。不出意外的话，这里已经被一队游骑兵给攻占了，并且还有一架 C-141运输机在等着他们呢。于是所有人再度切换交通工具，抛弃直升机，坐上运输机，以最快的速度撤离伊朗。计划真的是想得很美啊。那我们再来看看那8架刚刚出发的 IH-53D 直升机的表现如何呢？完全就不及格首先是其中一架根本就没有飞起来，在飞行员一坐进座舱时呢，就看到传感器提示说旋翼出了故障，于是只好退出了。剩下的7架起飞了，但随即便闯入了一片强烈的沙尘暴当中，编队被打散了，而且又有一架机载系统出现了问题，不得不马上折返回到航母。终于在迟到了90分钟之后呢，剩下的6架直升机跌跌撞撞的从不同方向好不容易的降落在了沙漠1号。可是幺蛾子又出现了又有一架的液压系统撂挑子不干了，落下去就飞不起来了。于是8架直升机此时只剩下了5架，连执行任务的最小数量都不够了。行动不得不临时叫停。你看后面那些精彩的大戏还没有上演就被卡了，是不是有点可惜对的，所以前面就必须要再加上一出就在行动叫停，5架直升机准备再把特战队员载回航母时呢，有一架打报告说，我没油了。指挥官于是就说，那你就飞到 C-130旁边把油加满呗。这个时候军种之间的协作混乱就彻底暴露出来了。三角洲部队、海军陆战队的飞机、空军的运输机是无法直接通讯的，因为3方使用的频率是不一样的。哪怕相距只有几百米，他们都必须先要把信息传送到位于埃及的联合特遣部队司令部，然后再由空军的战斗管制小组给转接过去。这样的效率，在时刻变化的战场环境下，怎么保证可靠性呢？
再加上直升机的飞行员呢本身就缺乏实战经验，又疲惫不堪了，于是，在飞过去加油的时候呢，跟运输机就撞在了一起，瞬间炸成了一片火海。机上的8名成员呢也丢了性命。指挥官一看，心想：这 RH-53D 也太不靠谱了，我可不敢保证剩下的4架不再出点什么问题啊！所以干脆咱们一起坐运输机回到航母上吧。直升机呢，还有物资什么的就丢这儿不管了。显然，这次行动以彻底的失败和完全的暴露而告终。伊朗得知真相后呢，气得咬牙跺脚，从此便走上了和美国交恶数十年的路线，同时也把本来集中囚禁的人质呢分散到了各地，以游击战的形式预防美国的再次营救。当然了，国际社会上呢也出现了对美国的谴责之声，因为他就完全不顾别人的主权嘛，随意就在别人家里面策划军事行动，还建起了什么临时的军事基地，这情况搁谁家受得了啊？美国国内嘛也好不到哪儿去，因为牺牲了8名军人嘛。卡特政府的颜面尽失，媒体也揪着这事儿大肆宣传，让很多的民众也开始怀疑：我们的军事实力难道是吹出来的吗？总之啊，总统吉米·卡特此时压力山大呀。那么他会就此罢休，承认错误，认真悔过吗？怎么会呢？他的第一反应居然是咱们从头再来。于是就在鹰爪行动失败的2周内呢，另一个绝密计划就在五角大楼内酝酿了，它叫做可靠运动行动。可不是吗？上次那个那么不靠谱，这次一定要可靠才行啊。那么如何保证可靠呢？都不用分析就能得出结论嘛。一是协调，二是装备嘛。协调就是要成立一个新的联合指挥部，统一调配资源，统一训练，统一管理，这就为后来演变成为专门的特种作战部队做好了准备了。而装备呢，显然就是放弃原来那架总是掉链子的 RH-53直升机，转而去寻找另外一架可以在中间不停歇，直接降落在大使馆旁边的体育场内，在突袭救出人质后，又可以马上从这里起飞回到航母上的新飞机了。你看，它要飞得够久，装得够多，跑得够快，什么飞机最合适呢？运输机啊 ，C130大力神就很合适嘛。不过 C130可是不能在一座体育场内起降的哦，它至少需要接近1公里的跑道才能够完成这2个动作。怎么办呢？联合指挥部呢就找来了它的生产商洛克希德，商量说，你看，我们就是看中了你家的飞机，但它有个缺点啊，就是不能在体育场里面起降。洛克希德就问啊，你是想要在体育场里面沿着宽起降呢，还是沿着长起降呢？指挥部说，那当然是沿着长起降喽。于是洛克希德笑了一下，这个好办，咱们改装一下飞机就好。这样4架 C130就被送到了埃格林空军基地，其中2架将被彻底改造成符合实战标准的样子，1架作为小白鼠，在上面不断的试验新点子，还剩1架则改装成模拟训练机，专门用来训练那些艺高人胆大的特殊飞行员。好了，要怎么改呢？洛克希德量了一下，认为要在长度只有110米的阿萨迪体育场里面起飞和降落呢，唯一的希望就是把 C130变成一架几乎可以垂直起降的飞机。但你说，如果把它的4个螺旋桨变成像鱼鹰那样可以轻转的，也完全不现实嘛，那是要等快10年以后才会有的技术。而且它之所以诞生，就是源于此刻的。即使有时光机呢，也会陷入到时空穿越的悖论里面。所以当下最好的选择就是装外挂嘛，用固体火箭发动机来刹车和助推了。所以第一步啊，就是强化机身，避免被火箭喷发时的强大推力给震散架了。第二步呢，就是把合适数量的火箭发动机呢挂到飞机上的合适位置上。于是8枚来自阿斯洛克反潜导弹的发动机被装到了 C130的前部机身，用于减速刹车。另外8枚来自 AGM-45百舌鸟空地导弹的发动机呢，被装到了 C130的机身下部，用于在下落时将其拖住。还有8枚来自 RM-66标准防空导弹的发动机呢，被装到了 C130的尾巴上，帮助它实现短距离的助推起飞。这已经有了24枚。还没完啊，剩下的还有6枚，其中左右翼下呢各挂2枚，用于纠正起飞时的偏航问题。机尾向下的部分呢，还又装上了2枚，用来干什么呢？就是我们在前一个视频里面刚刚说过的防止插尾了。所以军机啊，真的是在什么地方都不计成本啊！在项目开始仅仅3周之后呢，这架挂满火箭的运输机就已经准备好了，在当时真的堪称是美国速度了啊！于是，在1980年的10月19日到10月28日期间呢，他就进行了多次的实际起降试验。结果是令人欣喜的啊！它不仅不断的刷新了最短起飞距离的记录，还实现了在160公里的时速下，以8度的下滑角冲向地面后稳稳着陆的成绩。要知道，正常飞机的下滑角呢是在3度左右，8度其实已经跟直接掉下来没啥区别了。
好了，看起来它只需要再进行一些最终的全流程测试，便可以交付给特种部队了。结果XFC-130H 的命运就此卡住了。10月29日，测试进行，起飞阶段堪称完美，而且又创造出了一个全新的纪录。但在下降阶段呢，飞行员被上层减速火箭喷出来的火焰和烟雾遮住了双眼，于是错误地认为底部的托举火箭已经开机，并且飞机也基本处于地面上了，于是就点燃了更多的减速火箭，以便把飞机的前进速度给减下来。但其实托举火箭是根本就没有开机的，飞机此时距离地面呢也还有一段不小的距离。当前进的速度突然变为0之后呢，它被重重地拍到了地面上，机翼折断，机身起火，情况十分危急。幸好现场的响应速度够快，才让其中的机组成员呢最终在有惊无险后安全地离开了飞机。但这个项目本身嘛，却很难再回到正轨了。后来，吉米·卡特被里根击败，人质危机的解决呢，也由军事行动改为外交谈判。挂满火箭的大力神呢，也就渐渐淡出视野了。好了，所以现在你知道了飞机的刹车呢是既丰富又疯狂的。我是火箭叔，关注把不一样的科学故事讲给你听。在一次消防讲座上，教官说了一句话让我印象深刻。他说，统计显示人的一生当中呢，大约会碰到3次火灾。我当时1次都还没有碰到，吓得我赶紧备齐了所有火灾求生装备。如今我们的办公室越搬越高，居住的楼层也层层的往上涨，这让我也开始担心，难道人生中面临的火灾很有可能会发生在高楼当中吗？如果真的发生了，结果会如何呢？我是火箭叔，今天我们就一起来聊一聊，如果在高楼当中发生火灾，都有哪些办法将其扑灭？这背后的工作原理又是些什么呢？简单总结一下，无外乎就是外部和内部的办法。先来说说外部的，站在浓烟滚滚的大楼外部，能用什么办法将其扑灭呢？水，自古以来最好用的工具。但关于消防车究竟能够把高压水喷到多高，我看大多数的数据呢都是集中在60米左右，也有说最多能够达到100米的。我们就算它能够喷到100米，100米也大概就是在30层左右，高吗？不算高，因为相比起现在越来越高的建筑来说呢，就有点令人着急了。在2019年底的时候，我国高度超过200米的大楼数量就已经接近1000座了，而预测更表明，在未来10年内，300米以上的超高层建筑也将突破1000座。对于消防车只能把水喷到100米这个事实，不知道待在30层以上的同学怎么看呢？那么消防员能不能借着云梯爬到更高的地方去施救呢？很遗憾目前最高的登高平台消防车也只能升到100米左右的样子，而且控制起来还极其困难。另外它对场地的要求也十分严格，一辆只能登高40米的登高车就有13米长、3.5米宽了，比一辆普通的大巴还要大，所以很多普通的小区它是根本进不去的。即便是进去了，它在里面作业的时候还要再展开支起4条腿，不仅让自己又宽上了不少，对地面以及地下所施加的压力也不是都能够吃得消的。所以100米高的外部救援真的就只是在一个理想的层面。当然同样位于这个理想层面的还有无人机灭火和楼顶上的直升机救援了。它们有用吗？肯定是有用的，但作用实在是太有限了。这样看起来，外部的办法就只能是辅助，真正能够解决问题的是来自内部咯。是的，听了我刚才那番话，有些沮丧的同学现在可以重新振作起来了。在大楼的内部呢，其实是有很多有效的防火和灭火的办法的。先说一个最常见的，我们不仅在写字楼和酒店里面抬头就能够看到它们，而且也几乎肯定是看到过它们是如何工作的。在好莱坞的电影里，没错，它们的名字叫做自动喷淋器。当有火苗窜起来时，它们能够在第一时间打开喷嘴，将大量的水洒向目标，扑灭或者是有效控制住火势。在很多实际的案例里面，突发的火灾都是这样被成功的扑灭的，而且几乎都只使用了不到5个喷淋头而已，看起来十分高效。这个高效系统妙就妙在自动2字上。那么它是如何做到自动识别火灾，并且就只是开启位于火焰上方的龙头来精准灭火的呢？对了，说到这儿要快速纠正一个来自好莱坞的错误。主角想要逃生时，一弄一大片都在喷水的喷淋头呢，其实在很多时候都是不对的。喷淋头之所以能够做到自动开启，是利用了受热膨胀的物理特性。来看它的结构，最明显的一个特征就是撑在中间的那根红颜色的管子了。没错，它的头上顶着的就是控制水管开闭的塞子，而它自己则是由玻璃制成的，里面装的是对温度相当敏感的液体，一旦被加热到特定的温度，就会由于膨胀而撑爆玻璃管，导致原本被顶住的塞子失去了支撑，水管里面的水也就顺势冲了出来。这么一说，是不是觉得既简单又巧妙呢？另外，不同的
环境下对喷淋器的温度敏感性要求也是不一样的。比方说家庭、酒店和写字楼人员高度集中，当然需要最高敏感，所以这里看到的喷淋器上面都是红颜色的玻璃管，它的耐热温度在55到77摄氏度之间。更高耐热的玻璃管还有绿色、黄色、黑色的等等，最高的可以到300多度之后才会破裂，一般只会在工厂和仓库里面找到它们。而且尽管大多数喷淋器里面喷出来的都是水，也有的会喷出泡沫或者是惰性气体，用来扑灭一些特殊场所的火苗，比方说数据中心、实验室等等。而且即使它喷出来的是水，也不见得上面的水管里面随时都有水。有一种喷淋系统就叫做干式喷淋系统，平时里面装着的都是压缩气体，等到玻璃管炸了，压缩气体释放之后呢，才会喷出水来。为什么要这样做呢？也是由于一些特殊场合的原因。一是在保存珍贵文物的博物馆里面，要是碰上误操作导致水一下子就喷出来了，这个损失也是很难承担的。二是在一些温度较低的地方，比方说很容易出现温度低于冰点的地方，裸露在外的喷水管里面要是一直充满水的话，就很容易被冻裂了。但你会说这有个问题，那就是洒水不及时呀。所以还有一个叫做预作用灭火的喷淋系统，它将一套干式喷淋系统和一套热探测或者烟雾报警系统结合起来。当连续有2-3个探测器都探测到异常后，该系统就会提前将水注入到喷淋管道里面。此时喷淋头并不会开始喷水，只有当某一个喷淋头里面的玻璃管到达了爆裂温度时，才会开启我们之前说过的洒水过程。这样的话就既避免了平时的误操作可能带来的不良后果，也避免了当真正的火情出现时喷洒的不及时了。根据我自己的观察，很多的高层写字楼里面安装的都是这样的系统，而且还会配上专门的水箱，所以当火灾来临时，其实是有非常高的概率就被他们给控制住了。我们要做的更多的是安全的撤离，撤离到哪儿呢？究竟撤离到专门的避难层。在每一栋超高层建筑里面都会设置避难层，而且每50米就必然会有一个，其实大约就是每10层左右。比如上海金融中心大厦一共有101层，其中就设置了7个避难层。避难层的层高较高，布置空旷，可以起到隔绝火焰、容纳人员的作用。而且避难层都有直通1层的疏散楼梯间，在大楼没有发生爆炸垮塌的情况下，其中的人员是可以顺着疏散通道安全的撤到1层的。是不是已经轻松很多啦？还有啊，那就是消防员的利器——消防电梯了。常识告诉我们，发生火灾之后是不能坐电梯的，因为在普通的建筑物里面呢，电梯井就等于是一条畅通的排烟道。但超高层建筑中的消防电梯可不一样，它采用了严格的密闭手段，使用了特殊的双回路供电，并强化了防火保护措施，于是就可以让消防员快速的到达发生火情的楼层，在争分夺秒的战斗中赢得了先机。说了这么多，我觉得这已经解答了一开始我自己的担心了，相信也能帮上你很多。但无论如何对于我们每个人而言都不能放松警惕，每到一栋楼里面先了解一下消防通道在哪儿，时刻关心自己所在的建筑物里面的消防设施是否完好可用，有没有消防电梯，它在哪里等等。毕竟一个人的一辈子是要碰上3次火灾的吗？你准备好了吗？我是火箭叔，关注我，一刻不停长知识。长得帅不一定能打哦，比方说 F14熊猫，虽然有着可变后掠翼，虽然有着阿汤哥的壮志凌云加持，但帅出天际的 F14熊猫，在整个美国海军服役期间只有5架的击落记录，可以说是少得可怜了啊！而更加讽刺的是，这架专门为航母而设计的飞机，在航母上起飞和着陆时，一共发生了30起的致命坠机事件，6倍于自己的战绩，可以说他呀，真的就只是在忙着耍帅了啊！阿汤哥当年看上他不是没有理由的，当然拉垮归拉垮，帅也是真帅啊！他尤其值得吹牛的地方，大概要算作是模拟战斗机的绝唱了。何谓模拟战斗机啊？即相对于现代的数字化战斗机而言，它的电传操纵系统、雷达系统、航空电子设备、数据处理和武器制导等技术，要么根本就没有，要么有，也比几年之后诞生的战斗机要弱上许多。比方说著名的 F16这也很好理解嘛，毕竟 F14是在1968年到1970年设计的，正值现代数字电子技术出现之前。虽然随着70年代、80年代及之后的新的数字技术的出现，它们逐渐被应用于 F14上了，但 F14的整体设计呢，仍是属于60年代末期的产物如果你看过《壮志凌云2》，应该会对其中的一个片段印象深刻阿汤哥和他的搭档好不容易在敌方的机库当中找到了一架能够飞的战斗机，那就是 F14了。结果搭档一上飞机就傻眼了，这是啥老古董啊？怎么没有一样看得懂的东西呢？这就是数字飞行员看到模拟飞机时的正常反应吗？还好阿汤哥几十年前是开过
F14的，所以勉强还记得，居然就真把它给飞走了，还顺便为 F14增加了一次击落记录。话说美国自己在2006年就退役了全部的 F14，那这架能够动的 F14又是从哪儿来的呢？伊朗。实际上看起来非常热门的 F14只出口过一个国家，那就是伊朗了。不过呢，是在伊斯兰革命之前，有着比较亲美政府的伊朗，而其实可能那儿才是 F14真正的舞台啊！因为在两伊战争期间，根据不同的数据来源，伊朗的 F14据说是能够达到15到30倍的击落记录，以至于目前F14还在服役的地方只有伊朗。美国帮自己最痛恨的国家造了这么一架强大的战斗机，他心中的苦谁又能理解呢？之前略带调侃，对于 F14熊猫有点不敬，抱歉了啊。其实 F14还是真强大的，它最初是美国海军为了取代硬塞给他们的 F111B 而设计的，因为他们认为F111B 实在是太大太重了，根本无法满足他们的需求嘛。在做了大量的政治工作之后呢，他们终于如愿以偿让国会终止了海军版的 F111B 计划。格鲁曼抓住了这次机会在看到海军版的 F111B 计划无法成功之后呢，格鲁曼在1966年便开始自行设计一个名为303的方案，唯一的目的就是要考虑海军的需求，一架能够搭载 AIM-54不死鸟导弹，不用与空军分享的，毫不妥协的，在未来10年或者是更长时间内具有尖端设计的飞机。为什么搭载不死鸟导弹是重中之重呢？因为这架全新的海军专属的战斗机的主要的目标是苏联的反舰导弹，如果让苏联的远程轰炸机携带的反舰导弹突破了美国航母的防御系统的话，他们就能够非常轻松的摧毁这些美国海军最重要的资产了吗？于是一开始是麦克唐纳道格拉斯公司设计的 F4 鬼怪2，作为一种主要使用空对空导弹的远程超音速拦截机，它非常成功，成为了美国海军舰队防空的主力。然后就是突然有人意识到，我们为什么不用一枚导弹来击落另外一枚导弹呢？那岂不更妙了？休斯公司于是就提出了解决方案，它就是 AIM-54不死鸟导弹。这是一种大型雷达指导的超视距空对空导弹，能够在80公里的距离内击落苏联的反舰导弹。然而这一枚导弹挂不上 F4，只能挂上 F111。那既然海军不想要 F111B， 那就用另外一架来挂吧。F14就诞生了。格鲁曼从 F111中借鉴了两座的设计，但将两座从并排改为串联的布局，修改了可变后掠翼，使其能够完全自动化，并借用了双发 TF30发动机以实现高性能。尽管他们后来在 F14A 加 F14B 和 F14D 版本中被通用电气的 F110发动机给取代了，格鲁曼还增加了双垂尾以增加稳定性，以防单发动机故障，并创建了一个加固的框架来固定可变后掠翼和发动机。F14的最高速度为 2.34 马赫，飞行高度为15000米，航程超过926公里。他们还给 F14配上了最为广泛的武器系统，包括用于近距离空战的 M61旋转加农炮，中距离25公里内使用的响尾蛇和麻雀导弹，以及远距离80公里的不死鸟导弹。它可以同时瞄准6个目标。AWG9 雷达可以在高达185公里的探测范围内跟踪多达24个目标。在著名的6对6武器测试当中，一架 F14向6个单独的目标发射了6枚不死鸟导弹，其中5枚导弹命中了目标。这是当时最昂贵的单次导弹技术测试但它证明了格鲁曼和休斯的主张，即单架 F14可以同时对抗并摧毁多达6个目标。尽管 F14比 F111小，但由于需要携带多达6枚不死鸟导弹以及大型的 AWG9 雷达，它仍然是从航母上起飞的最大的美国战斗机。航母弹射器的功率从1969年的95000磅推力增加到了1975年的15万磅推力，便反映出了这架飞机的重量。格鲁曼的设计具有成本效益，也充分考虑到了零件的可靠性和耐用性，因为他们知道 F14将在恶劣的海洋环境中运行。美国海军对303的设计印象深刻，并在1968年1月要求生产原型机，最初称为 YF-14A。1970年12月21日，首架 F14A 首飞成功，而 F111B 计划在同年被取消。F14在1972年进入服役，经过几年艰难的发展，最终形成了标准的空对空战斗机，具有强大的电子战和数据链功能。尽管它的电子系统较为先进，但它的动力系统和控制系统未能够达到预期，使得 F14在航母着陆时易于失速，并导致了多次的事故。后来改进的 F14B 和 F14D 型号虽然解决了这个问题但是在2006年 F14最终还是从美国海军退役了，逐步就被 FA-18EF 超级大黄蜂取代了，一代骄子黯然落幕。
不对，谁说飞在伊朗上空的就不是骄子呢？好吧，我得承认啊，比 F14更帅的是苏27，尤其是眼镜蛇机动下的苏27。飞机加速，机头向上扬起，但是并不向上飞行，而是继续向前移动，迎角达到了不可思议的120度。事实上呢，飞机的机尾飞得比机头还要快了，在几秒钟之内，它便减速到了150公里每小时，然后它会放下机头返回平飞。这种独特的机动啊，是任何其他战斗机都无法完成的。当被用于空战时，它可以让苏27从不利位置与目标交战，比如向后发射导弹，简直是帅呆了。上一个视频留言啊，很多朋友都说到了苏27，哎呀，正中我心啦。其实苏27才是我的真爱啊！正好我找到了一篇非常棒的资料啊，里面全面介绍了苏27的前世今生，甚至还包括由它衍生出来的一整个战斗机的家族，比如苏27UB 教练机、苏33舰载机、苏30双座截击机、苏30 MK 双座多用途战斗机、苏34战术轰炸机、苏35、苏37等等等等。不过大家呢确实得要等等啊，这篇资料是英文的，很长，我得翻译完才消化一下，才能讲给你听嘛。所以今天咱们就先浅聊一下，点赞够了我就安排更详细的，好不好？1986年末，一架苏联的喷气式飞机引起了全球媒体和专家们的关注，它的名字叫做 P42。它凭什么吸引了大家的注意力呢？凭快的可怕的爬升记录，用25.4秒爬升到3000米的高度，接着呢，分别再用37.1秒、40.0秒和58.1秒爬升到了6000米、9000米和12000米的高度，从而打破了由美国战斗机 F15保持了很长时间的最快记录。P42它是什么鬼啊？所有人的脑袋里面都冒出了这个问号。其实它就是苏27啦，只不过是经过改装减重之后的苏27。因为根据国际航空联合会的要求，参加这项比赛的飞机重量必须要控制在12到16吨以内。但苏27的重量是20吨嘛，所以它被拆除了武器控制系统和雷达，缩短了中央尾梁，减少了尾翼面积，拆除了减速伞，去掉了记忆高升力装置，雷达鼻锥也被替换为较轻的金属材料。一方面是减，另一方面这是增加了，每一台发动机都增加了1000公斤的推力。于是魔改之后，它甚至在垂直爬升的时候呢，都能够打破阴障了，堪比火箭啊！所以必须要用一辆很重的牵引车拽着，才能让它在跑道上滑跑，以防止它过早起飞嘛。所以苏联人一狠起来是真的狠啊！其实苏27从一开始诞生的目标呢，就非常明确，就是要干掉美国的 F15和 F14。1969年，苏联获悉了美国空军的 F-X 计划，即 Fighter Experimental 战斗机试验计划。该计划最终促成了 F15鹰式战斗机的诞生。莫斯科担心新型的美国战斗机呢，将会为西方带来显著的技术优势，超越现有的苏联战斗机，因此便立马寻找开发自己的先进战斗机起来了。克里姆林宫的计划旨在打造一款高度敏捷的战斗机，要求具备远程打击能力、重型武器搭载能力和先进的传感器。对于苏联来说，这是一个雄心勃勃的计划啊！该计划最终被分为2个部分：轻型飞机 LPFI 和重型飞机 TPFI。LPFI 计划最终诞生了米格29，一种短程战术战斗机，而 TPFI 计划则分配给了苏霍伊，诞生了苏27。当然，苏27一开始呢，并不叫做苏27，它是以T10的代号出道的。苏霍伊设计局于1969年首次开始 T10的设计工作。为了最大限度地提高飞机的机动性，它从一开始就选择了具有集成颈部稳定配置的飞机设计。苏27将成为第一款苏联的颈部稳定战斗机，其纵向飞行平衡由电传操纵系统来提供。接受纵向颈部稳定性的概念，换句话说，也可以叫做电子稳定性带来的许多优点是为了在高迎角下平衡的飞行需要上偏前缘凤翼，其升力加到机翼升力上，这显著改善了战斗机的升力，阻力增加也较小了。由于采用了集成的颈部稳定配置，苏27将获得卓越的机动性，使战斗机的高度变化达到了常规战斗机无法实现的程度，并使其续航范围在无需外挂油箱的情况下达到4000公里啊！在全球范围内，没有其他量产战斗机具备类似的性能啊！战斗机的气动布局采用了常规的方案，尾翼位于机翼后方，位于隔离的发动机舱外侧的承载梁上。飞机配有安装在发动机舱的双垂直尾翼，水平尾翼则是全动的，可以向不同的方向偏转，还配备了副翼和方向舵。机翼高升力装置包含了襟翼，为了使动力装置在任何速度和高度下实现最佳的性能，安装在中翼下方的进气口采用了水平斜坡的控制。机身前部容纳了一个整体雷达，由穿透良好的雷达罩覆盖。驾驶座舱则提供了全方位的良好视野。起落架采用经典的3轮设计，前起落架被移得非常的靠前，起落架舱呢位于驾驶舱下方。除
主起落架向前收回到中翼起落架舱，收回的过程当中轮子会转动，起落架舱前门也可以用作空气制动器。苏2.7的动力装置包括2台强大且经济的 AL-31F 涡轮风扇发动机，每台发动机的推力为12500公斤，确保了起飞推重比超过1。较低的单位油耗加上内部的油箱中储存的约8吨燃料是其大作战范围的保障。武器系统包括30毫米高射速机关炮、K-27中程空空导弹和 K-73或 K-14短程导弹，与米格29轻型战术战斗机的武器系统呢属于同一标准，唯一不同的是载荷。米格29只能携带6枚导弹，包括2枚 K-27导弹，而苏2.7能够携带8枚导弹，包括4枚 K-27导弹以及 K-27E 改进型远程雷达制导和红外制导导弹。两款战斗机的综合武器控制系统在很大程度上是标准化的，都配备了苏联国防部科研所开发的多模式雷达，继霍米罗夫仪器研究所开发的 Rubin 综合火控系统，其中不仅包括多模式雷达，还包括红外探测器、全视角瞄准系统和自动导航系统。该系统提供全时段空战能力，确保在无线电静默模式下成功对敌进行探测和跟踪。苏2.7战斗机设计配备双重控制系统，采用电传操纵系统，控制信号由计算机生成并传递到电子助力系统，控制系统采用备用的机械液压通道，为最重要的飞行控制系统提供冗余。电传操纵系统配备了4个冗余通道，其可靠性和容错能力显著提高啊！正如设计所预期的啊，苏2.7战斗机的气动和进不稳定配置以及现代化的电子飞行控制系统，确保了它卓越的机动性和飞行性能。其航程比苏联最好的远程轰炸机还要长啊，同时还具有良好的战场生存能力和可靠的防护系统。所以它诞生之后，不仅作为一架空中优势战斗机监视着苏联边境，防御美国和北约轰炸机的入侵，同时还扮演了苏联远程轰炸机护航战斗机的角色，为图160、图22M 和图95这些至今仍然在俄罗斯服役的经典轰炸机保驾护航。在诞生了几十年后啊，在满天都飞着隐形飞机的现在，苏2.7仍然能够彰显自己的存在。你说最强4代机的称号该不该颁给他呢？这个是一辆正常的坦克，炮塔可以带着炮管转，但炮管自己在上下俯仰的时候呢，却不会影响到炮塔。你是不是觉得所有的坦克不都该是这个样子的吗？我告诉你啊，有些坦克它就是不爱走寻常路。比方说法国的 AMX-13轻型坦克，它的炮塔就非常特殊啊，因为它需要跟炮管一起上下摇头。这种坦克炮塔叫做摆动炮塔。今天我们就来聊聊它的故事啊，它的原理是什么？它的优点有哪些？缺点又有哪些？以及为什么这种炮塔设计在现代战场上毫无立足之地呢？作为对比啊，咱们先来看看常规炮塔是怎么工作的。它们安装在车体上的炮塔环上，炮塔可以在这个环上360度的自由旋转，炮管安装在炮塔前部，可以围绕着安装点上下摆动。这就意味着通过旋转炮塔，炮管可以指向任意的方向，并且可以通过俯仰来瞄准坦克上方或者是下方的目标。这种系统自 FT-17到 M1 艾布拉姆等大多数坦克都在使用。而摆动炮塔呢，它的旋转和俯仰方式则完全不同了。首先，炮塔本身分为2个部分，下部炮塔有时称之为环座，它的功能与常规炮塔相同，它与炮塔环结合，可以360度的旋转，提供快速的指向功能。上部炮塔则塞进了一整根炮管，并且最重要的是，炮管是固定在上部炮塔内的，不能自行俯仰。取而代之的是通过转动整个上部炮塔来实现炮管的俯仰啊。说实话，这就搞得有点复杂了啊，就像是明明转动眼珠子你就能够看到隔壁桌的美女了，你非得把眼珠子固定住，然后把整个头给转过去。所以除非是真的有什么很特别的优势，否则工程师是绝不会考虑这样的设计的尽管他们是法国人。好吧，优势就来了嘛。首先这意味着炮塔环可以做得更小请记住坦克外露的炮管只是整个武器系统的一部分，炮塔内部还有大型的块状的炮栓，装填手需要将炮弹装入其中，因此当炮管扬起时，也就是炮口指向上方时呢，炮栓就会下降。在常规炮塔当中，炮塔环必须足够大以容纳炮栓的下降，而在摆动炮塔当中呢，这就完全不是问题了。当上部炮塔通过扬起自己来抬高炮管时，由于耳朵的位置比较靠后，于是炮栓下降的距离就会小得多了，因此就可以采用更小的炮塔环，进而使用更小的炮塔。要知道炮塔环直径也是影响坦克宽度的重要因素，因此使用摆动炮就意味着咱们可以在小型坦克上安
安装大口径火炮。正如 AMX-13的情况，它小归小，但是却能够装上一门105毫米的主炮。接着就是第二个优势，还是跟炮栓在炮塔内的移动有关的。当常规炮塔向上抬升炮管时呢，炮栓会下降到炮塔环的内部，而如果炮手压低炮管向下瞄准时呢，炮栓则会上升。于是坦克炮的俯仰就受限于炮栓的上升和下降的高度了。你总不能够让炮栓顶破炮塔吧？而俯仰角度是坦克一个非常重要的特性，因为俯仰角度越大的坦克，在丘陵以及类似地形上开火时可以暴露更少的炮塔部分，很有效的就隐藏了自己嘛。通过将炮管固定在上部炮塔内，摆动炮塔坦克为自己就赢得了相当不错的俯仰角度。基本上它只会受到下部炮塔形状或者是炮管撞击到车体的限制，准确说是撞击到发动机甲板上。你可以在 AMX-13上清楚的看到这一点。该坦克的炮管实际上呢是不能扬得太高的，因为炮塔后部会撞到车体的后部。为了应对这一点，并最大化俯仰角度，摆动炮塔会尝试将炮管尽可能高的安装在上部炮塔当中。不过咱们有句老话叫做鱼与熊掌不可兼得，这样的尝试带来了它自己的优缺点。摆动炮塔坦克可以在障碍物上露出很少的炮塔部分，但其炮塔本身又通常较高，就像 AMX-50那样。接下来我们要说到装填炮弹，摆动炮塔设计再加1分，因为装填手在上部炮塔内，所以它会跟炮管一起移动，炮栓相对于它的位置呢就始终相同了，方便。不过这里真正的精彩是当你想要给你的坦克安装自动装弹机时，在常规炮塔当中，自动装弹机呢只能在炮管完全水平，也就是0度仰角时效果很好。当炮管偏离这一位置时呢，自动装弹机可能就会遇到麻烦。于是常规炮塔通常是通过2种方式来解决这个问题的，要么使用更为复杂的自动装弹机，能够在任何仰角下装填炮弹，要么就是在每次射击之间将炮管重新降至水平位置。第一种选择成本高昂，第二个选择呢并不理想。显然射击之后将炮管移开目标是一大劣势嘛，而摆动炮塔则提供了一个巧妙的解决方案，因为安装在上部炮塔内的自动装填机可以始终与炮栓对齐。好了，现在咱们来数数摆动炮塔坦克的各种优势啊。小巧快速，火力强大。难道它就没有缺点了吗？当然有了。虽然将炮塔分成2个部分带来了很多优势，但也有一个主要的缺点，这2个部分之间是有一个缝隙的。这就意味着带有摆动炮塔的坦克几乎不可能做到密封，于是它无法抵御自然环境的侵蚀，无法防水，最关键的是无法抵御核攻击、生物攻击和化学攻击带来的威胁。而这些威胁几乎所有现代坦克都能够通过出色的密封和先进的空调与过滤系统来应对。摆动炮塔无法达到同样的密封水平，因为这些旋转部件之间需要留有一定的缝隙，以保证其正常运作。这就意味着如果车辆受到毒气攻击或者是暴露在核辐射之下，坦克成员将会极其的脆弱，而人才是最关键的嘛。不论你的车辆多么优秀，如果你的整个车组成员被击倒了，那都将毫无意义。所以你看归根结底，装备还是要以人为本嘛。摆动炮塔在50年代、60年代和70年代迎来了它的黄金时代，以法国设计为先锋，如 AMX-13、潘哈德 EBR 和 AMX-50，许多国家都设计了自己的摆动炮塔坦克，但实际上很少有进入服役的。所以时间来到今天，没有几个人知道摆动炮塔坦克也就再正常不过了。GBU-28地堡克星非常厉害啊，可以轻松穿透6米厚的混凝土。你想象一下，足足有2层楼那么厚的实心混凝土，什么概念啊？但是它其实是东拼西凑出来的，而且还凑得特别快，从研发到实战只用了短短20来天的时间，是另一个不可思议啊！所以今天我们就来聊聊它呗。1991年海湾战争爆发，在沙漠风暴行动早期，美国人失望地发现，不管他们的战斧式巡航导弹和宝石路激光制导炸弹多么的准确，但就是端不掉一些地堡嘛。原因很简单，这些地堡呢是由南斯拉夫的建筑师专门设计的，采用特制混凝土构建而成的超厚掩体，它早就被证实坚不可摧了啊！在1980年代的两伊战争期间呢，便已经扛住了无数来自伊朗的炸弹。这次换美国人来，结果看起来呢似乎是没有两样的。那美国人就很恼火了，我宇宙第一军事大国，怎么可能连你一个小小的地堡都搞不定呢？搞！怎么搞呢？让炸弹可以钻进去再炸呗，这就是钻地弹了啊！为了让它能够钻得更深呢，设计师可以从以下这3个方面入手。第一，他们可以使用更重的炸弹，因为更大的重量意味着更大的动能，在撞击目标后自然会带来更大的破坏了。第二呢，他们可以使用直径更小的炸弹，较小的截面积意味着在炸弹穿透混凝土时，只需要移开更少的材料就可以了，自然穿透效果就会更好嘛。
第三啊，他们可以使用速度更快的炸弹，以增加撞击时的动能。好，考虑到时间紧、任务急，咱初代钻地弹只要能用就够了。至于性能提升啥的，后面再慢慢来嘛。那怎么快速找到符合以上3点的现成解决方案呢？就是这枚奇葩的炸弹 GBU-28 了。它的导引头呢来自宝石路，是一个成熟并精确的激光制导方案。它的诞生来自退役的 M110 榴弹炮炮管，在裁短磨掉里面的膛线，并稍作加工之后呢，就摇身一变，为钻地炸弹提供了一个极其坚固的框架，又重又硬的框架。至于更快的速度，那就通过高空投放，再由尾部的稳定器来减阻创造了。于是这枚炸弹来到了5.8米长、36.8厘米粗的超大长径比。看起来有没有一种尾翼稳定脱壳穿甲弹里面那根钢针的感觉呢？他们的确干的是相似的活嘛。不过在 GBU-28 里面呢，还是有炸药的。它被封装在这根已经身经百战的炮管里面，重达295公斤，是由80%的 TNT 和20%的铝粉混合而成的，因此拥有更大的爆炸压力，威力上呢就比单独使用 TNT 时大了18%，相当可观啊！这款炸弹的整个生产都是在美国陆军的沃特弗利特兵工厂里面完成的，因为那儿就是生产榴弹炮炮管的地方嘛。考虑到整个炮弹的核心就是 M110 炮管，这么安排是相当合理的。而且由于任务周期实在是太短，基本上呢，炮管是一边加工一边等着最新的设计方案实施在车床上修改的。送到空军基地的试验场时呢，上面还在滴着淬火油，摸起来仍然还有余温呢。最终2枚 GBU-28从巴格达上空扔了下去，成功的击穿了地堡的外壳，造成里面所有人员的死亡，非常惨烈啊！它于是带来了2个结果，第一个是有了这样的武器，地下堡垒从此也变得不再安全了。第二个是使用这样的武器是容易产生争议的，尤其是美军在沙漠风暴里面使用的那次，在杀死了大量可能无辜的人之后呢，其实离整场战争结束也就只剩下30多个小时了。真的有必要这么不择手段的来上一次吗？算了，今天就到这儿吧，散了。鱼雷在刚被发明出来的时候是处于鄙视链底端的，海军军官称它为既卑劣又懦弱的作战方式，因为它太不爷们儿，跟暗杀没什么区别。所以在一战早期，身世哀病的不轻的欧洲人在用潜艇追杀猎物时，还会先浮上水面，对猎物予以警告过之后，再潜下去将其击沉。他们那时候是真的没有搞懂战争后来能够残酷到什么程度上去。德国人首先不玩这套，开始了毫无绅士精神可言的无限制潜艇战。于是从1914年斩获首杀到1918年最后一发，光是 U 型潜艇就凭一己之力击沉了超过5000艘的协约国和中立国的舰船，总吨位在1200万吨以上。潜艇战和反潜战就此开始越来越多地撑起了战争中的主角光环。当然，鱼雷也成功逆袭，从草根变成了王牌，但并不是每一张王牌看起来都非常的优雅。比如意大利人手上的那张，怎么看呢？怎么都像是小丑。我是百科全书火箭叔，今天我们就来讲讲2战中意大利人用的人操鱼雷。本质上，鱼雷都是人操的，只不过通常你只会坐在潜艇的战斗室里面，用电线遥控着去操纵鱼雷，而意大利的人操鱼雷就很不一样了，它真的是人去操作的，或骑着，或是坐进鱼雷里面，然后把鱼雷架驶到目标附近引爆，相当不可思议吧。说回到2战初期，尽管意大利拥有不错的海军力量，但是跟英国海军比起来还是有明显的悬殊，所以地中海的控制权一直都掌握在英国人的手里面。意大利人哪能甘心呢？想当初我罗马盛世时哪有你英国什么事儿？但无奈正面杠，意大利也知道杠不过人家，于是转念一想，咱手上不是还有奇招吗？这个奇招就是他曾经在1战末期使用过的，并且还的确获得了一定战果的人操鱼雷了。它叫做水质式人操鱼雷，有2名蛙人骑着它，悄悄地潜到敌舰附近，然后将鱼雷前方的战斗部分离，把分离出来的战斗部呢挂在船底的正下方。这是通过把一根绳索穿在敌舰龙骨的2侧完成的。接着拨动战斗部上面的机械岩石引擎，再骑上无头鱼雷，悄悄地溜走，就大功告成了。听起来很复杂吧？实际做起来呢就更复杂了。但即便是这样，意大利人还真的是用它在1918年的1战结束前夕，袭击了位于普拉湾的奥匈帝国舰队，并成功击沉了其旗舰维利波斯号，算是立下了奇功。这等好东西凭什么不再次拿出来使用呢？它说不定就是对付英国海军的超级武器啊！于是1935年，意大利人就制作了一个基于海军用的533毫米鱼雷的人操鱼雷原型机，同时也开始了秘密的训练计划，好让蛙人能够熟练地操作这台超级武器。
但工程师实在是有点不给力啊！这枚人造鱼雷上面的操纵系统全都是裸露的线控，这意味着他们即便是在陆地上也不怎么容易操作，更别提到了水下了。更要命的是，在把前面的战斗部卸下来之后呢，由于连头都没有了，就更难控制这枚鱼雷的方向了。所以很多次啊，在释放完战斗部之后，蛙人们都不得不抛弃掉它，索性自己游回原来的船上。这也就让它有了一个比正式名称慢速鱼雷更加响当当的绰号——侏罗。这枚侏罗长7.3米，宽0.5米，高1米，总重1.5吨，其中战斗部重约220到250公斤，依靠蓄电池驱动一台1.6匹的电动机，搭载2名蛙人之后呢，可以以最高3节，也就是大约5.5公里的时速前进，最大潜深30米，最大巡航距离15海里。稍后，不满现状的意大利工程师继续打造出了它的升级款。这次呢，2名蛙人终于可以坐进舱里面，而不是骑在外面了。但这个座舱就是个敞篷的，所以还是需要蛙人把所有水下呼吸装备都穿戴整齐才行啊。除此以外，升级款最大的改变就是更粗更重了，因此装药量也增加了，变为400公斤左右，航速加快了，变为最高4节。这个东西我怎么看都怎么觉得应该是装在儿童乐园里面的旋转木马上才更合适啊，怎么就能被意大利人做成武器呢？但是别看它样子搞笑，它最后还真的对地中海里面的英国海军造成了重创呢。1941年的12月18日深夜，意大利海军的6名蛙人驾驶着3枚人造鱼雷，通过一路尾随英国军舰回港，成功的避开了英军设置在基地周围的水雷和反潜网，进入到亚历山大港。然后呢，他们将鱼雷前面的战斗部挂在了伊丽莎白女王号战列舰和勇士号战列舰的底部，并成功的溜走了。次日凌晨，随着3声巨响，2艘3.3万吨的巨舰从此沉入了海底。这一役的胜利的确暂时扭转了地中海上意大利海军的颓势，但同时也让意大利人想要极力守住的这种机密武器呢曝光在英国人面前。更惨的是啊，后来还有几枚人造鱼雷被英国人给俘获了。于是根据你有我也必须有的战略逻辑，英国人也研制出了自己的人造鱼雷战车，并进一步发展出了一款被称为是 X 舰的袖珍潜艇出来，在对德海战当中呢取得了更大的战果。这个功劳该不该把它算在意大利头上呢？看来啊，历史用事实再次告诉我们，选择队友很重要啊。我是火箭叔，关注我，把不一样的科学故事讲给你听。